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16号抵达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从17号开始，中美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中美重启气候变化商谈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中美双方预计会谈及哪些内容？中美双边关系现状对气候合作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报道。17号上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北京饭店与克里举行会谈，持续约4小时。谢振华表示，16号与克里见面后做了一些统计，发现自从他们分别被任命特使以来，已经见过53次，认为双方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克里表示，希望双方开始采取一些重大举措，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两国严肃应对人类自身造成的共同风险、威胁和挑战。事实上，克里与谢振华已经是老相识，在克里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期间，两人曾共同参与巴黎协定的制定。在拜登政府担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后不久，克里就于2021年4月访问了上海，成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此次访问也推动中美就应对气候危机发表联合声明。5个月后，克里再次访问天津。中方将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精神，同美方就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携手应对挑战，增进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福祉。目前，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正处于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持续的热浪凸显全球面临气候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更令世界期待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取得合作成果。After the planet recorded its hottest week in history and extreme weather continues to cause death and destruction globally, the world's two biggest polluters will hold climate talks in Beijing.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克里下飞机后走进的是中国首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而与此同时，一场极端热浪也正在美国肆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两个大国能否摒弃外交分歧，将关注点放在重要的气候目标上。法新社报道称，目前全球各地都深刻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已经有将近1年没有正式讨论气候问题了。经历了数月的紧张后，现在的气氛似乎是恢复交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所有国家齐心协力，而不能仅靠美国或中国单方面解决。中美两国重启气候谈判对于全球都有积极意义。现在看的话呢，气候变化的问题日趋紧迫，各国实际上在巴黎协定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都提出了3050甚至3060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呢，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的话，各方都需要做出积极的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2个碳排放国，中美两国的气候外交历来都能左右全球的气候谈判。其中经典案例就是2015年在中美合作下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但是随着近年来中美政治关系的紧张，两国的气候外交也出现了降温。去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方停止了与美国的气候对话机制，一直到当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才恢复非正式的气候谈判。此外，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也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该法案对美国国内的清洁能源提供税收优惠，以对抗中国企业在该行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目前，中国新增的清洁能源产能超过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分析人士还指出，克里此访期间有可能也会提到中国应当停止开发新的燃煤发电项目，但是中方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外界还注意到，近来美方还强行将俄乌危机与气候变化议题绑定，企图以气候借口胁迫中国对俄施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对中国持续实施打压遏制政策，影响了中美气候对话取得成果的前景。在美国的相关法律中，以及它即将执行的一些政策里面，可能还是要排除中国的产业和制成品，比如说。有的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所以这一方面的合作能不能展开，这是关系到未来中美围绕气候变化的一些合作的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克里此访是其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身份第3次到访中国，也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后，近期第3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有观察指出，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帮助地球，还可以帮助中美关系避免脱轨。克里此访延续了近期时间中美高层互动的良好态势，为接下来包括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内的美国高官访华奠定基础。一个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整体的安排和进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另一个就是因为气候变化涉及到新的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所以呢可能会对全球的包括特别是中美的气候相关的这些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赵先生您好。7月17号，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北京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举行会谈。您如何看待此次克里到访呢？主持人好，克里此行的目的，我相信非常明确。正如 CNN、路透社、法兰西24这些欧美媒体所言，是以气候问题来修补中美之间充满裂痕的双边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CNN 就写道，当前遍及两国的极端高温天气，让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所谓的气候问题不再是某种假设的危机，或是理论上的挑战，而是可以用皮肤真切感受到的生活现实。但对于克里此行的最终成果，我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这已经不是克里第一次就气候问题访华。2021年，他曾2次带着相同的议题来到中国。其中9月的那一次，我当时在评论中就说过，中美对于气候问题和两国关系如何联系有着结构性的认识不同。美国一直以来宣称要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将这种共识延伸到中美关系更多的领域，也就是局部带动整体。中国则希望首先就两国关系的普遍原则达成一致，然后将这种原则适用于包括气候合作在内的具体不同领域，也就是整体驱动局部。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021年9月就与克里强调，气候问题之于中美关系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如果沙漠得不到有效控制，绿洲迟早会被侵蚀掉。如果说2年前这还只是某种方法论之争的话，那么过去这2年完全证明了中方的观点，或者说是担忧，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美国当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沙漠中，要寻求一种健康的、有建设性的气候合作绿洲非常困难。那其中的难点究竟在哪些方面呢？我主要归纳为2点。第一，气候合作是具体的，不是流于想象的，它必然包含经济领域，尤其是新能源产业的对接合作。但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早在去年9月，甚至是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针对中国关键产业的遏制计划。而根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公开发言，美国人瞄准的所谓中国关键产业共有5个，除了广为人知的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最后一个正是清洁能源。某种意义上，就算克里有呼吁气候合作的意图，中国也很难相信克里身后的美国有落实这种意图的能力。就像 CNN 在报道中用一种消极的态度写道，克里此行意味着华盛顿的决策者会取消对于中国光伏发电产品的进口关税吗？很难。第二，克里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意志，也是值得中国怀疑的。就在克里此次访华前，外界注意到7月13日，克里在众议院遭到了共和党的围攻。其中有观点认为，考虑到当前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克里去到中国和中方官员进行气候谈判，就已经是一种错误了。熟悉历史的人们不难发现，这就是当年的麦卡锡主义。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固执己见，克里的回应是：美国不与中国对话才是外交、政治乃至常识上最糟糕的选择。但克里说服了这些共和党人吗？显然没有。所以悲观一点，正如 CNN 所说，
克里此次访华就是一次带有象征性意义的中国之旅，很难有突破性的结果。乐观一点，我会认为克里的到来无论如何向中国人表明，麦卡锡主义固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但不代表美国社会内部就没有寻求接触、寻求务实合作的声音存在。中国会努力寻找、倾听这样的声音，就像在当前不尽如人意的中美关系大方向下，我们仍然欢迎克里的第3次到来。那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至少短期内中美在气候问题上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呢？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分2个方面来看。第一，就像我刚才所说，我的确对中美在气候领域能达成长期稳固的合作持审慎态度，除非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大方向上能实现某种突破。但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有没有美国的配合，中国都要也一定能在气候问题上做出我们自己的改变。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居世界首位。而如果中国要在第一个100年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指标就是 GDP 较2020年翻一番，以及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指标也就是 GDP 要较2020年翻2番。考虑到过去10年中国 GDP 增长和碳排放的相关系数高达0.67%，假如经济生产条件不变，同期碳排放同步增长，很有可能全世界的环境资源都无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月向世界庄严承诺，2030年中国碳达峰，2060年中国碳中和。这就是中国更加积极的态度，是中国的决心，也是中国的信心。按照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中国的世界碳排放比例将降至8.43%。这条绿色之路无论如何，中国都要走下去。有美国一路同行，那当然最好。如果没有美国，我相信也不会改变什么。第二，我还是相信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应该是天然的盟友，而非敌人。以风能发电为例，2008年中国总量全球第5，仅为美国的不到1/4，而到2016年，中国一举超越美国，此后一直处于全球第1的位置。2018年，中美2国的风能发电量总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高出个25%。中美当前虽然在人均碳排放问题上还存在某种分歧，但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而言，在低碳发展上，客观而言可以说处于利益同盟的位置。就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表示，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气候问题如是，我相信别的领域也如是。这是中国的态度，但任何合作也不是单独一方就可以推动的。中国会尽最大的努力，予以最大的善意，但中国的耐心与容忍也绝不会是无限的。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该武装集团自上个月底的事件后，其后续动态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根据俄生意人报13号报道，普京在上个月29号会见瓦格纳人员时，就其前途提出多个选项，包括继续由一名过去16个月担任实际指挥官、代号白发的人领导。普京未说明白发具体指代何人。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西方媒体猜测，可能是俄退役军官安德烈·特罗舍夫。特罗舍夫的身份较为神秘，外界甚至不清楚他的具体年龄。有俄媒称，白发也曾是俄内务部西北联邦区特别迅速应变分队队员，因表现出色，曾多次获得表彰。2016年，他获得俄最高勋章俄罗斯英雄。同年12月，特罗舍夫作为瓦格纳组织指挥官之一，受邀参加了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事实上，自2014年瓦格纳集团成立以来，特罗舍夫一直扮演着该组织的幕后领导角色，而创始人普里戈任则负责公开露面。特罗舍夫曾因直接参与在叙利亚的行动遭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在制裁文件中称他为瓦格纳执行董事以及该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英国的制裁文件称他是瓦格纳首席执行官。
瓦格纳事件后，其前景尚不明朗。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瓦格纳的法律地位问题很复杂，需要进一步考虑。事实上，自2014年瓦格纳集团成立以来，特罗舍夫一直扮演着该组织的幕后领导角色，而创始人普里戈任则负责公开露面。特罗舍夫曾因直接参与在叙利亚的行动遭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在制裁文件中称他为瓦格纳执行董事以及该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英国的制裁文件称他是瓦格纳首席执行官。观察指，在俄乌冲突及俄西方关系高度紧张背景下，俄罗斯不会放弃这支部队。根据白俄罗斯方面的斡旋结果，普里戈任在瓦格纳事件后前往白俄罗斯，其他参与武装叛乱的瓦格纳人员可以与俄国防部或其他强力机构签订合同，继续为国家服务，也可以选择退休回家，或者和普里戈任一样前往白俄罗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组织的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俄方现在正在尽量的把这个瓦格纳集团的核心的这个指挥层、核心的军事骨干，和这个普里戈任本人之间区分开，就实现一个把瓦格纳集团的一个去普里戈任化。通过这个就是更多的去重用这些瓦格纳集团的这些骨干的指挥层，进一步的就是消除这个瓦格纳集团未来的这种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最新消息显示，大批瓦格纳战士据传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目前正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奥西波维奇附近与白俄罗斯领土防御部队进行演习。训练内容主要侧重于战场上的战术移动、枪械专项训练、军事工程训练和急救训练等。隶属于白俄罗斯国防部的 Voryan 电视台分享了相关演习的视频。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俄罗斯士兵在接受采访时，对瓦格纳的战场经验表示赞赏。除了乌克兰副防长承认去年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还在日前首次承认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发动了袭击，但称相关军事行动不涉及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战事方面，俄军连续2天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推进，乌方则表示在乌东地区处于防守状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在红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上击退了乌军多次进攻，打击了乌军指挥所，挫败了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称，乌东部战事紧张，俄军连续2天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推进，乌军处于防守状态。巴赫穆特方向乌军正逐步推进。在巴赫穆特的南翼方向，乌军每天都有进展，而俄军在北翼方向不断进攻，乌军正在努力守住阵地，双方正在进行激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则首次承认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发动了袭击。扎卢日内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均使用乌制武器，不涉及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此前，西方国家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作出限制，要求不能用于袭击俄罗斯领土。另外，在采访中，扎卢日内再次向西方提出乌方对巡航导弹和 F-16战斗机等武器装备的需求。近日，美国对外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针对此事，普京发出对等回应。他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集束弹药，俄罗斯将保留回应行动的权利。И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т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известную нехватку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и у нас тоже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но мы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против нас,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на зерк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抨击美国向乌克兰输送集束弹，他表示这是美国在自损尊严。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美国一直谴责那些使用集束炸弹的人，如今我们却把这种炸弹送去使用，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命运喜欢嘲讽，却憎恨虚伪。”欢迎回来。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5所大陆高校的37名师生，15号至23号赴台交流。行程进入第3天，参访团上午赴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长丰基金会交流，并前往台北101大楼参观；下午则前往台湾政治大学交流，还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乒乓球赛。
台湾政治大学是此次大陆师生团此行首个访问的台湾高校。台湾政大创校于大陆，前身是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校史连接两岸。台湾政大校方与师生团交换伴手礼，率领陆生团访台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送给政大一面瓷盘，上面画着北京大学的西校门。郝平说：“北大校门永远为政大而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专程陪同师生团参访政大，并在现场观看师生团团长、奥运乒乓球冠军丁宁与政大师生切磋球艺。台媒称，身为奥运冠军，丁宁毫不藏私，现场教导学生该怎么让技术更好。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下午的交流过程特别可爱，希望有机会请同学们来大陆继续深入交流。我觉得首先感受到他们是对于体育的这种热情，然后我觉得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很可爱。刚刚有一个同学就说，今天因为跟我打太紧张了，然后我说没有关系，其实只要你继续努力训练，你肯定会可以提高的。然后我觉得刚刚的这种互动也让我们双方对于这个体育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我相信他们也会很有收获。20几分钟的联谊赛事呢，让马英九和在场同学看得目不转睛。而赛事结束后呢，和这个丁宁交流同学呢，心情雀跃，表示说呢，非常有这个难得的经验，可以跟奥运冠军来交流。那也希望未来呢，两岸能够多多举办相关的体育交流活动。刚刚在跟他打过程中，也会发现，就是这种国际级的顶尖选手的发球就是特别不一样，他的旋转跟那种加速度的感觉，就是不同层次的感觉，所以在接到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惊，然后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场合可以这样多交流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要有接触到的机会。当天上午，大陆师生团先是前往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长丰基金会参访交流。该基金会由台行政部门前负责人江宜桦于2017年主导成立，作为岛内非营利组织，旨在通过政策研究、专题演讲、青年论坛等活动，鼓励青年学生探讨台湾未来发展的愿景与策略。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说，此访为促进两岸青年人增进学术交流。因为那个大陆的老师跟同学都希望能够多一点学术的交流，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2个重要的基金会，今天就是来采访长丰基金会。那我们想说，让这个同学们能够跟这个长丰的这些同学也是有更进一步的交流，那也跟这个生活学术都结合在一起。大陆师生团成员清华大学学生赵进乙说，此次交流是一个好的开始，相信未来还会更充分。接下来肯定会有我们单独交流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北京大学博士生杨晨表示，互动过程中，台湾师生也表达了希望与大陆师生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两岸青年交流的愿望。他还分享了此行在街头的一场感动偶遇。我看到有一个台湾的小男孩在打篮球，然后觉得他打得特别棒，我就给他伸了大拇指，然后他看到之后，他就朝我招手，也伸了大拇指。我觉得两岸青年这种同心同向的这种交流的情感，大家都是普遍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令我特别感动的。在结束基金会的行程后，大陆师生团走访台北101大楼，从高空一览台北风情。台媒报道称，参访团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十分愉悦，并热情地向记者打招呼比心。大陆师生团来台第3天，我们发现呢，团员今天的穿着都特别的休闲，和前2天正装有很大的差异。路线告诉我们呢，是因为台湾天气跟这个民众呢一样热情，让他们难以招架，才换上短袖的休闲服装。而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观察，陆生来台视频已经成为流量的保证，极佳的口条和亮眼的外形，每出现都成为热议的话题。许多网友呢也为主办活动的马英九点赞，大家普遍都觉得两岸就是应该要开大门走大路，用积极交流为和平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此前一晚，大陆师生团还前往台北天母棒球场观赏球赛。萧旭岑在接受采访时说，4个小时的球赛让同学们非常欣喜，他们不仅在行前做足功课，回饭店后仍意犹未尽的讨论。
肖旭曾说，此次陆生团访台对于两岸和平促进、和平整合交流的效应比想象中还要大。他呼吁，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不要再用政治性语言阻止两岸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接下来，大陆师生团还将与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进行交流，并赴新北和花莲等县市参访。大陆师生团的话题在岛内持续升温，岛内媒体认真分析这次的行程，形容这为未来两岸青年的交流打造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 2.0 版模板。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孙大千认为，像这样的交流活动可以不断累积两岸人民的情感，就不容易被任何人的挑拨离间打断。台湾实践大学前校长陈振贵表示，大陆高校师生赴台交流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破冰之旅，民间都很惊喜，很欢迎。我在这里也希望，同时也呼吁这个两岸能够促进年轻人的交流特别是学生的交流因为呢，两岸的互相的认识能够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这个对整个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希望能够两岸能够开启学术交流，特别是学生的青年的交流，这个部分呢，对两岸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香港中评社认为，师生团中的高校生多数是00后的年轻学子，跟马英九年代的陆生已相隔了近8年，应该也有了不一样的视野。但唯一共同的是，不论是过去来的陆生，还是这批陆生参访团的学子，可以看到他们都充满了欣喜，也没有任何生疏的感觉。这样的共同性也给两岸青年交流增加了活力。岛内媒体更是关注到这次大陆交流团行程的细节，没有日月潭、阿里山等传统旅游线路和景点，而是台积电、捷安特等反映台湾经济社会现状的代表性地点，可以被称为未来两岸恢复交流的2.0版模板。其实现在对于两岸的深化融合这件事情，特别是青年交流这个部分呢，毫无疑问是作为现在两岸如果开通交流，除了农产品这些之外，在真实的交流当中，这个部分是前驱性的，甚至是核心性的。当看到奥运冠军丁宁与岛内学子切磋乒乓球技，岛内名嘴认为可以看出，这次大陆的组织方在参访团的人员组成上是花了不少心血的。因为大陆他们在这个体育这方面，它有很多领域在世界上在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那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在运动训练的这个基础设施这方面的一个建立。所以当然它就变成说对台湾的运动选手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他派丁宁来，当然对台湾来讲就会是既是学术交流，又可以达到体育交流的效果。那我觉得那挑出来当然都会是非常顶尖、非常优秀的同学了。这个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团呢，非常的在规划跟准备上，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花了非常多的这个心血。曾几何时，竟如此难得。马英九心系两岸和平，这次陆生来台，为两岸在不断上升的恶意螺旋里开启一道善意循环，祝福此行顺利成功，更盼两岸春暖花开早日到来，全面恢复交流，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岛内舆论也分析，对于这样一件整个台湾社会都持正面态度的好事，当初民进党当局一直拖到交流团临行前才同意放行，未免显得心胸太过狭隘。很简单嘛，这个就是把这个许可的权利抓在手上来要东西嘛，就一个跟对岸去谈，我要放你这一群人过来，那哪些事情我希望你要让步？他这个其实是民进党在这几年来他惯用的手法，所以你要看大局，看大方向，不要只重视一时一刻你在政治上的输赢，我觉得那就非常可惜了。中国国民党前民意代表孙大千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也将这次交流团的成型形容为了不起的进步。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两岸之间的交流，可以不断的堆积两岸人民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就不容易被任何人挑拨离间加以打断。而孙大千认为，两岸人民情感的交融正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事情。
他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例讲道，父亲在他小时候就教育自己的故乡是山东青岛，小时候的每个新年也都完全按照青岛的习俗来过，这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忆和情感。但多年来，民进党正不择手段培养天然毒，抹去那些台湾出生、祖籍在大陆的民众的历史认同感。有很多现在在台湾的家庭，他们并没有进行这样的传承哦，所以到了几乎到第3代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的记忆啊，没有任何的情感，没有任何的连接。当然，他们就很容易受到民进党的蛊惑跟影响。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台湾的教育在过去这些年来，大幅度的被民进党扭曲跟改变，所以受了民进党教育的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当然在两岸关系上，他们就渐渐的这个渐行渐远了。所以两岸之间年轻人跟学生的交流，我认为是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好的机会跟管道。但是这也是民进党害怕的事哦。你想想看，民进党现在连三国都不敢放在历史课本里了，他怎么敢让台湾的年轻人跟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跟交流呢？面对美西方国家不断插手台海问题，妄图搞以台制华，并不断渲染两岸所谓兵凶战危，孙大千认为，两岸的交流带来的血浓于水的真情，是抵御一切分裂行为的最好武器。两岸之间是一个血浓于水的状态，我们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同样都是龙的传人，我们有什么必要兵戎相见？我们有什么必要变成这个美国去弱化中国大陆的棋子呢？所以其实战争只要爆发，不管结果如何，台湾跟中国大陆都重伤，中华民族都受到重创。就我刚才讲到，虽然也许第3代、第4代他们没有任何的连结跟情感，可是血浓于水，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是不会变的。所以当他们到了中国大陆去之后，或者他们交了更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两岸之间的敌意一定会大幅的下降。绕跑常常被形容为香港回归后繁荣依旧的象征。今年是香港走出疫情、全面复常的第1年。本年度赛马季的优异表现，不仅显示了香港赛马的世界级地位的巩固，更反映出香港社会蒸蒸日上的新气象。香港赛马会行政主席英家柏在赛马季结束当天接受深圳卫视独家专访，他认为赛马文化彰显了香港“我做得到”的精神。相信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香港赛马将进一步提升含金量，也将更好地服务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经历了3年疫情后，香港赛马季终于全面复常。2022-2023赛马季最后一场赛事16号在香港沙田马场举行，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内地游客到场打卡。在这个赛季里，香港赛马会共举行88个赛马日。去年12月举行的香港国际赛事吸引了超过300名海外参赛者。赛事当天吸引了超过4万5千人进入香港沙田及跑马地马场现场，向世界证明香港已重返国际舞台，并将继续大放光彩。随着与内地恢复全面通关，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也参与到赛马这项香港传统体育活动中。今年农历新年赛马日作为香港全面复常后举行的首个重点赛日，吸引了超过8万4千名现场观众，热闹共庆新喜。 I think if you look at Hong Kong racing, it reflects Hong Kong. It reflects the can-do spirit. It reflects always challenging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it is a sign of Hong Kong's resilience. 经历了风浪，满血复活的香港正在以更积极的举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项目，香港在赛马运动方面具有世界顶尖水平。应家博告诉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多年来香港一直与内地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体育文化事业发展。We have world-class excellence. We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areas which is furth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mainland. And I think.The National Equine Development Pla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20, is a wonderful guidance how we can connect. We have done this with the Beijing Olympics. We have done it with the Asian Games. We now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sian Games in Hangzhou. 应家博1998年加入香港赛马会，并于2007年开始担任行政总裁。在他的领导下，香港赛马会发展成为世界级赛马机构。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也成为全球10大慈善捐助机构之一。应家博多次向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强调，香港赛马会的发展要把眼光放长远。现在他瞄准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机遇。We built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racing facilities, racecourse facilities, which ever built globally. And I'm very excited that we plan to have our first race in 2026. But besides the business and the racing side, we feel that with being one of the biggest charity contributors globally and the biggest in Hong Kong, how we can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the business side. We can, in a way, make contribu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And we have some very concrete ideas. We did this already in the sporting part. So that was a start. But I see much more projects, especially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I think Hong Kong and especially Guangdong, when you see even with COVID, there is no border. So we have some great ideas. We hope that we can complete them soon, and I would be delighted in a way to introduce them to you.